你知道吗？当整个行业里的人都在用“真正的王炸嘉宾终于等来了”这句话来形容同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明白这绝对不是小事儿，一场风暴就要来了。而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场风暴的中心。没错，就是他，肖战。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看一看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，定义了整个娱乐行业的格局。还有啊，它背后那股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咱们先从第一部分说起。要搞懂肖战现象，就得先明白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存在，就是一个能让整个行业都为他屏息以待的名字。就说最近那个电视剧年度盛典吧，官方给他的称呼是什么？年度扛鼎之人。哎，你可别小看这个词儿啊，这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客套话，这基本上就是官方盖章认证了。意思是，过去这一年，就是他一个人撑起了整个行业最关键的那份关注。你说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而且是硬邦邦的数字。就在他确认出席的那个瞬间，微博上相关话题的阅读量，你猜多少？直接飙过了10个亿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10亿。这已经不能简单的用人气高来形容了吧？这简直就是一颗扔进社交媒体的原子弹，能量太恐怖了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这么大的能量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答案其实很清晰，就来源于他2023年那部现象级的作品《沧海传》。这部剧啊，直接被封为当年的剧王。这个剧王的称号分量可重了，每年就只有那么一部真正能做到称霸一整年、找不到对手的作品才能拿到。所以你看，关键点就在这儿，他靠着一部接一部的硬核作品，实打实的完成了这个转型，从一个现象级的偶像变成了大家公认的国民级的实力派演员。所以说，这次盛典给他的这个扛鼎之人的身份，那简直就是一场最权威的加冕仪式，是对他演员新身份的最高认可。好，聊完了台前的风光，咱们再来看看第二部分。这部分呢，咱们得往深了挖一挖，看看这荣耀的背后到底是什么。因为你可能想不到，在这片耀眼的光芒下面，其实隐藏着一场打了好年，甚至可以说足以震动整个行业的战争。网上有句评论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到位，别人都是忍气吞声，他呢，直接掀桌子。这句话简直是把他在这场战争里的策略给说绝了。你想想，在那个圈子里，大家习惯的做法是什么？沉默、忍耐。但他偏不，他选择的是正面硬刚。咱们顺着这个时间线来看啊，你就会发现，这根本就不是一次性的反击，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、长达5年的战争。而且你看，他的目标是在不断升级的。最开始，他可能只是为了应对那场风暴，后来他开始起诉那些造谣的人，但到最后，他的剑锋指向了谁？是这一切背后真正的操盘手，那些靠抹黑别人来赚钱的公司。那他面对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对手呢？你看这张图就明白了，这背后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。第一步，用软件批量给你造黑料；第二步，全网铺开，带节奏，操控舆论；第三步呢，靠这些黑流量来赚钱。说白了，他要对抗的是一个靠制造仇恨来盈利的庞大系统。这张对比图就特别有意思了。你看啊，他的做法为什么说是开创性的？一边是行业里大部分人的做法，要么告1、2个骂得最凶的网友，要么干脆就染了。但另一边是肖战的选择，他走了第3条路，直接釜底抽薪，把背后的公司给告了。你看他的目的压根儿就不是为了打赢一场官司，他是想把整个造谣系统给断掉。好，法律上他赢回了尊严，那然后呢？这就到了咱们的第3部分了。肖战的脚步啊，可一点儿没停下来。他的下一站是另一个更具挑战的战场——艺术的殿堂。他要向亚洲电影的最高荣誉发起冲击了。他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部电影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。他演的是郭靖，然后他拿着这个角色正式报名参选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。哇，这一步可不简单，这不仅样出了他作为一个电影演员的野心，
也绝对是他职业生涯里又一个分量非常重的里程碑。但是这条路好走吗？你看一眼这个竞争者名单就知道挑战有多大了。跟他同台竞技的都是谁呀？金城武、古天乐、刘青云。我的天呐，这里面随便拎出来一个，都是华语影坛响当当的名字，是传奇人物。所以说，能跟这些前辈们一起被提名，一起去争这个奖，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对他实力的一种巨大认可了。OK， 第4部分，咱们要聊一个可以说是要真正理解肖战，就绝对绕不开的一个现象，那就是他背后那股，怎么说呢，强大到肉眼可见，甚至让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粉丝力量。你看，连圈内同行演员王道铁都这么说。你想想，一个见惯了各种大场面的演员都会被惊到，你就能想象那个画面到底有多壮观了。说真的，这已经远远不是粉丝应援这4个字能概括的了，它已经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。对，这也就是传说中的红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当肖战出现的地方，成千上万的粉丝就会自发地举起红色的灯牌，把整个现场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。这片用星光绘成的海，不光是它的专属应援色，更是它那种顶级号召力最直接、最硬核的证明。当然了，这么强的影响力肯定会直接转化成顶级的商业价值。你看这个图就有意思了，这背后其实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。为了争夺肖战参加新年晚会，从南到北，中国最顶尖的那几家电视台全都在抢他一个人，这个含金量就不用我多说了。好，聊到这儿，咱们来稍微捋一下。我们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硬实力，看到了他作为维权者的那种决绝，也看到了他背后那帖让人震撼的红海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当一个人好像已经把能做的、该做的都做到了极致，他的下一站会是哪儿啊？我觉得这张图就特别好地总结了我们今天聊的所有内容。你看，商业上的统治力，艺术上的公信力，个人性格上的那种韧劲儿，再加上无人能及的粉丝力量，这4个角就像4个坚实的支柱，共同撑起了这个时代里独一无二也根本没法复制的肖战现象。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开放式的问题：当一个人他改变了行业的规则，拿到了权威的认可，甚至还掌控了一种文化现象，那么这个人的天花板，他的上限到底在哪呢？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不光是他的粉丝想知道，整个行业恐怕都在等着看呢。